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尔。今天影片我们要来聊《黑神话：悟空》里面的隐藏剧情以及隐藏彩蛋。就算你是一个全探索玩家，我相信你在游戏里面一定还是会有漏掉的剧情或者彩蛋没有发现。这部影片会帮你把你少玩的几十块钱、几百块钱给补回来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挖掘吧。首先是第一章火照黑云的隐藏剧情、隐藏彩蛋。在第一章我们击倒了广志之后，可以获得他的变身。在黑风山上，广志有一个师弟广谋。如果在跟广谋战斗的时候使用广志的变身，就会听到广谋的特殊语音。师兄可死得其所，师兄被你弄死了，真好啊！广志跟广谋还有一个师父金池长老会出现在旧观音禅院里。金池长老在我们开场遇见他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标志性的左右移动动作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这个动作在1986版《西游记》的金池长老里面也出现过。另外，当然在跟金池长老战斗的时候，变身成广志也可以触发特殊语音。最后在跟黑风大王战斗的时候，变身广志也会有特殊语音。别人玩火，难不成你想再烧一回禅院？广志，另一位师傅手中，你怎败了？至于第一章剩下的2个敌人也有一些小彩蛋。首先是白衣秀士，在跟白衣秀士的战斗中，我们战败或者战胜，他都会提到大哥这2个字。但有匹夫之勇，必非大哥说的那个人。什么？是大哥要我来此做个内应，这才假意听命于那熊皮。至于大哥是谁，我们在完成隐藏结局的路上也才终于知道，指使他们的正是二郎神。我遣众兄弟一路是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黑风山的最后一个 BOSS 是黑熊精。这个黑熊精有2个阶段，通常在血量掉到1半以下的时候，它会进入第2阶段，让自己的全身着火。但是如果你想要的话，这个第2阶段是可以提前触发的。只要你用广志之类的角色先把它的全身给点燃，它就会提前进到第2阶段，而且能够提前触发，也能够提前结束。假如说你是2中以上的玩家，在这边有拿到芭蕉扇的法宝，对它扇一下这个法宝，它立刻就会结束自己的2阶段。而且就算是在它化形期间，对它使用芭蕉扇都可以有这个效果。在完成第1章的同时，我们可以拿到一个眼看喜的根器。游戏里面的每一个根器都是有独特的效果的。眼看喜的效果能够让我们在靠近有精魄的敌人的时候，看到他身上亮着的蓝光。也因此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我们在1周目看到的狼刺客，他身上是没有亮蓝光的。再来，我们在每一个章节结束之后，都可以看到这个画卷。这边的画卷拉近点击查看的话，可以听到说书人对画卷上面发生一些事件的诠释。像是在第1章画卷上面就会有4个不同的可以查看的地方。接着我们还看到第2章的一些隐藏剧情、隐藏彩蛋。在沙门村的村口，我们就会遇见沙国王跟沙二郎2个头目。在这场战斗里面，只要击倒沙二郎，战斗就会结束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战斗结束根据你有没有击倒沙国王，后面会跑出来的剧情是不太一样的。首先就是战斗结束，无头人出来唱的歌会不太一样。普天之下，父子君臣纲纪，论朝规矩天理。哪个说了才算，哪个放任不管。你瞧那鼠辈都家人情，可怎么就落得个子王斧头死不寒？好一个心狠手辣的破雷猴，可怜那书鬼好久地府藏。一见的富士之王有收拾离愁。
有树头狂须青。没有击倒沙国王的话，在后续的剧情上也还可以看到沙国王跟他的大儿子沙大昂的互动。在我们击倒沙大昂之后，沙大昂身后会有一片墙可以钻进去。我们在墙里面可以看到一幅壁画，这幅壁画描述的是悟空在跟菩提老祖求道学习。悟空头顶处还有一支毛笔。如果我们视角再往上看，这边还能看到一些文字，这里写的是《金刚经》里面的一些文字。菩提老祖在我们的冒险途中虽然没有登场，但是他传授了我们2样法术，这2个法术就是我们在第1章跟黑风山土地学习到的定身法，还有巨型三气。我们可以在之后的影城图卷里面看到，黑风山的土地是受了一个道士指引，才有办法教我们2招这么厉害的法术。这个道士非常有可能就是菩提老祖。另外，在打开这边宝箱，我们还可以听到有人在吟诗：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这首诗是在《红楼梦》第1回里面有出现过的好儿歌，主要是在讽刺那些追求功名、追求身外之物的人，到头来也都只是一场空而已。这边开宝箱拿到的飞龙鳞片，则是我们挑战各种龙类需要的一个道具。我们在挑战所有的龙类以前，它都会说出4句乌有音什么什么的。不过在所有的乌有音念完之后，最后还会有一句比较特别的，它还会告诉我们每一只龙的弱点可能是什么。木生如烟，不长雷电，击背而歌，真意。是曰：声震多虎，安于旧，藏战于手，巧辩为门。夕照见折，万象澄澈，点光朝露，聚散离合。是曰：细碎沾衣，盈空堕地，离然寡欲，心动神疲。再来，在第2章的探索，我们在路上会遇见一些佛头，在佛头身上可以拿到的佛木珠，可以用来牵在后面我们会遇到的一个身上长满脸的一个石头身上。集齐6个佛木珠可以把这个石头唤醒，这个石头还会帮助我们对抗一个叫做石先锋的敌人。不过，为什么他要吃佛珠？他又为什么会帮我们对抗石先锋？其实这边的这个石敢当，本来是为了保护山中生灵才去吃掉这些佛头的，谁知吃多了自己也产生了戾气，渐渐变得不可控。而黄蜂大圣途经此地，看到这个情况，似是对这些佛头也有了解，协同此地2位山神一同把这个石头除掉。石头才是我们刚来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样子，也是在我们交付了一堆佛木珠之后，才把这边的石头给复活了。所以他为什么要对抗黄蜂大圣的部下石先锋，应该也显而易见了。不过旁边的这个石先锋，除了是黄蜂大圣的部下以外，其实也是其中一位山神用来守护这片土地的化身。黄风山的2位山神分别叫做石父以及石母，他们2个一同负责要守护这个黄风山。可是我们来的时候却不见石父，只见一个动也不能动的石母。其实原因是石母将他大半神力已经分出去，给狮子去寻找石父的下落，其余神力要用来生出各种石精，也要消耗掉许多的修为。更别提黄风山的土地公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石中人，也还在觊觎着石母的力量，希望能够占为己有。当然，最后这边的石母还是由我们天命人给解决掉，并且吸收掉了他的力量。在第2章，我们可以遇见一个叫做虎先锋的 BOSS， 他的其中一个标志性技能就是变成石头。假如在我们跟他战斗完之后，也可以学到这项技能。不过这项技能的创始人其实是他的爸爸，我们在隐藏地图里面会遇见的虎先锋。在战斗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法术，他也会说：“此乃我独门法术，神凶一道。你是哪里来的活和尚？如何学得此术？”除了对复兴版虎先锋使用有特殊语音以外，如果我们在2中目对现代虎先锋使用，而且又没有完美但凡到他的攻击的话，他会说：“意不精，画虎类传。”另外，斯哈里国的虎先锋有说到，他有2个孩子。除了在卧虎寺的虎先锋以外，他的另一个儿子，我们必须要通过破浪谷的支线，会有一个化作灵体的小孩带我们去找到这只老虎在的位置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假如你没有完成支线，单独来到这个井前面，也可以在井前面听到老虎的叫声。最后通过支线，我们就可以下去井底遇见虎先锋的弟弟风虎。但最特别的还不是这个风虎，而是风虎身后的这一口箱子。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，我们有完全不同的开箱子动作。我们先是摸摸箱子上的灰，采用推的方式把这口箱子打开。里面我们会拿到的是一个治病用的葫芦。用拍照模式看一眼的话，会发现这个箱子里面躺着的是一具尸体。这个尸体正是那个引我们来到此处的小孩的尸身。他的父亲找到风虎帮忙治病，但却反而害了村里的更多人成为风虎的食物。最终两人被村民杀害，风虎把小孩的棺材抱回了井底。而事情的一切经过，石中人都看在眼里。在完成破案谷支线之后，石中人这边会有新的对话选项，我们可以通过跟他的对话，了解更多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。看见了，是因果报。他爹为了给他，怪不得那些个村民都没嘞。我们再说回第2章的隐藏地图神秘国度斯哈里国，这是一个在现代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度。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游戏里面的黄袍员外在看到这边的场景之后，吟出的诗是唐代李白的《把酒问月》，而这边的黄袍员外在引我们来此的路上也提到了不少次的大哥。来之前，大哥给我一枚金片，说是到时自有用处。我给的金片为何在你那里？这边大哥自然指的也是二郎神。沙国隐藏地图里面，我们会遇见一个叫做副版的敌人。这场战斗我们会跟黄蜂大圣一起完成。战斗途中，黄蜂大圣说的那一句“我来助你”，也成了这款游戏目前最著名的梗图之一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这个“我来助你”触发条件会随着我们死亡次数而下降。假如死太多次的话，有可能黄蜂大圣开场看不下去，就直接下来帮助你作战了。而我们在隐藏国度打倒的这只微货沙国的副版，很有可能是灵吉菩萨的坐骑。这一点在章节通关的画卷里面有稍微带到。这巨虫，说不准也是哪位的坐骑。跟通关第1章的时候一样，我们在画卷上面也可以看到数个可以点击查看的故事。另外，我们在第2章拿到的根器叫做耳听怒。在拿到这个根基以前，我们靠近传送点是不会有声音的。拿到这个根基之后，我们靠近传送点会发出一个比较脆亮的声音。好啊，那这部影片我们就先介绍一些第1章、第2章的隐藏剧情以及彩蛋。有没有什么剧情是你没有发现的呢？如果有想补充的话，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。我会在下一部影片进到第3章、第4章的隐藏剧情以及隐藏彩蛋介绍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！看完喜欢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。我是达尔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